今天我们要揭开让无数人困扰的错误理财建议。想要实现财务自由，我们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财能力。然而，如果盲目跟随那些错误的理财建议，不仅会在通向财富自由的道路上绕远，甚至可能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理财建议铺天盖地，但并非所有建议都值得采纳。今天，我们将为大家梳理和总结一些要远离的错误理财建议。这些建议经常被人们奉为圣经，却可能让你越理越穷。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警惕的误区，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精准避雷，对那些理财毒鸡汤说不。大家好，这是一个与金融学博士共同成长，也同时是一个希望你生活变得越来越唯美的财商成长频道。我们今天的目标是让大家不再被这些错误的理财建议所误导，学会用科学的方法去规划你的人生。让我们一起揭开更多让大家大跌眼镜的错误建议。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你们能掌握更多正确的理财知识，走上通往财富自由的康庄大道。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的视频了。在这里，我要揭穿第一个让无数人止步不前的错误观念：贫穷是注定的。各大的财富频道的意见领袖或专家们总是会说，如果我们出身贫穷，那么我们这辈子就注定要贫穷。他们喜欢把人们归类，告诉我们像我们这样的人就该怎样怎样。这种观念不仅错误，而且非常有害。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同样是活着，那些认为贫穷是与生俱来的阶级无法跨越的人，并不是没有成功的机会，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自动放弃了获得成功的机会。他们的人生很早就失去了意义、目标和动力。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给自己设限，不要无意义的给自己下定义，把自己归类为某一类群体。就算我们出生不富裕，也没有必要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因为我们的人生重要的不是和其他人竞争，而是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和贫穷做斗争，努力摆脱平庸。各位朋友，贫穷不是命运的枷锁，而是我们需要打破的挑战。不要让出身决定你的未来。你有权利，也有能力去追求更好的生活。无论你现在的处境如何，只要你不放弃希望，不停止奋斗，未来的道路必将更加光明。让我们一起打破这些错误的观念，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成功和幸福。你可能会问，那具体该怎么做呢？首先，学习与改变个人认知是改变命运的最有效途径之一。投资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其次，建立积极的心态和持久的动力。不要因为一时的失败而放弃，而要把每一次挫折都看作是成长的机会。最后，学会理财和投资。无论是储蓄、投资还是创业，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让钱为你工作，而不是你为钱工作。所以，朋友们，不要再给自己设限了。贫穷不是你的宿命，而是你需要打破的挑战。这里我们要打破第二个常见的错误观念：你必须有第一桶金才能变得富有。很多人认为自己之所以永远贫穷，是因为他们没有通往成为百万富翁的第一桶金。确实，有钱人家的子女更容易获得更大的财富，但第一桶金对于获得更多的财富来说，只是一个既不充分也不必要的条件。首先，能够获得第一桶金的方法有千千万，但想要获得更大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个人能力和智慧。很多拥有绝佳创意的创业者，凭借出色的商业计划就能吸引投资人的注意。更有一些聪明的创业者，总是能够挖掘到那些并不需要前期大额投资的商业项目。在聪明的头脑和出色的工作能力面前，资金有时是最好解决的问题。比如，你可能听说过那些从车库创业的故事，像不少成功人士，最初也是从微不足道的资源开始，逐步发展壮大的。再比如，互联网时代给了无数平凡人以机会，许多网红、自由职业者，甚至是小商贩，都是从零开始，通过智慧和努力实现了财富自由。
不要让没有钱成为自己放弃努力、放弃提高自己的阻碍。轻创业、零成本就能创业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创新能力、执行力和决心，而不是我们起步时的钱包有多鼓。各位朋友，不要再给自己设限了，不要被第一桶金的迷思所束缚。贫穷不是我们的宿命，而是我们需要打破的挑战。让我们一起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成功和幸福，掌握自己的人生，因为我们完全可以从零开始，通过智慧和努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财富。未来的成功在于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决定和每一份付出。勇敢追求你们的梦想，从今天开始行动起来。希望这段内容能够激发大家的信心，让大家明白财富的积累并不依赖于初始的资本，而是依赖于大家的能力和决心。勇敢追梦，成就更好的自己。第三个错误的理财误区，我们需要运气才能变得富有。很多人坚信致富的关键在于运气，这就是为什么彩票销售点总是排满了希望一夜暴富的人们。的确，如果你含着金汤勺出生，那你确实非常幸运。然而，靠运气致富的机会微乎其微，而真正的财富积累则是另一回事。出生富贵是一种运气，但想要变得富有却是另外一码事。除了运气，懂得把握时机，坚持自律的生活和工作，专注于自己的事业，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等等，才是让你获得财富并且守住财富的必要条件。比如，巴菲特并不是因为运气好才成为股神，而是因为他在投资领域的深厚知识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如果你对自己目前的财务状况不满意，请不要寄希望于幸运之神从天而降，而是要发挥一切主观能动性，学会为自己创造财运。记住，真正的财富是靠努力和智慧积累的，而不是靠运气的恩赐。你可以通过不断学习新的技能，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实现财务自由。举个例子，创业者们往往不是因为运气好才成功，而是因为他们不断的试错，调整策略，最终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商业模式。再比如，许多投资成功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运气好，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分析市场趋势，管理风险和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各位朋友，让我们摆脱对运气的依赖，专注于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积极主动的把握每一个机会，主动创造自己的财运，才能真正成就更好的自己。最后，请记住，财富从来不是从天而降的礼物，它是你努力和智慧的结晶。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双手和头脑，创造属于自己的财富奇迹。第四个错误的理财误区，像富人一样生活，就能更快的融入他们的圈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精致穷成为了不少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追求的生活方式。他们领着不高的工资，却全身大牌，出入高消费场所，每个月的收入全都用在这种表面精致的生活上。很多人为此还需要父母的接济，更有甚者要依靠不止一张信用卡和民间借贷来维持这种虚假的体面生活。他们坚信，只要自己像富人一样消费，像富人一样生活，总有一天自己就能成为富人。还有人认为，外表的精致和高级是通往上流社会的敲门砖，认为要先拥有奢侈品手袋和昂贵的瑞士手表，才能更快的融入富人的圈子。然而，精致穷的生活方式让原本就不富裕的年轻家庭雪上加霜，最终外表的精致只沦为了社交媒体上一个个毫无意义的点赞，并没有成为期待中的敲门砖，也没有帮助年轻人跳向更高的平台。相反，因为没有任何经济基础，在风险面前全然没有抵抗能力。明明应该是最富有野心和拼搏精神的年纪，却处处被经济问题掣肘，不敢轻易辞职，没有底气创业，更没有钱去理财，财富自由的那一天注定越来越远。巴菲特从年轻时就坚持节俭和理性投资，他并没有因为赚到了第一桶金就开始奢侈挥霍，而是继续将钱投入到更有价值的项目中。再看看那些真正的富人，他们往往不会把钱花在表面光鲜的奢侈品上，而是更注重投资自己的事业和未来。各位朋友，
不要被精致穷的假象所迷惑。理性消费，积累财富，才是真正的富有之道。让我们在追求梦想的同时，保持理性和务实，用智慧去规划我们的财务未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第5个错误的理财误区，找到好工作，踏踏实实做下去，就能获得成功和财富。乍一听，好像没什么不对的，可如果你每天勤勤恳恳的工作，但你仍然很穷，那么你最好重新考虑一下你的选择，分析一下自己的处境，或许你需要的是停止把钱花在一些没意义的事情上面，再或者，你真的需要更换一份新的工作了。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听到的最大的谎言之一就是，成为一名律师或者医生，你就能晋升精英阶级，努力工作，你就会通过工作变得成功，变得富有。很多人，特别是普通人，会认为找到一份好工作，然后踏踏实实的做下去，最终就能获得成功，甚至是变得富有。但事实上，员工从来都不是最富有的，真正富有的是雇主，还有股东。再优秀的、有能力的员工，也是在用自己的时间去换取金钱，而一个人每天的时间都是有限的，获得的收入自然也是有限的。而老板和股东是花钱雇更多的人，让这些人花费自己的时间去为他们创造价值。这样一来，老板和股东们每天可以拥有的时间就是无上限的。举个例子，看看世界上那些富人，他们并不是靠每天打卡上班致富的，而是通过创业、投资和拥有股权来积累财富的。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杰夫·贝佐斯这些名字耳熟能详的富豪，他们的财富并不是从一份好工作之中获得的，而是通过创建和经营自己的企业，利用别人的时间和资源来创造价值。所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并不是致富的终极答案。如果大家想要变得更有钱，那就别做打工仔，为别人创造利润，而是要去创业，成为老板或成为股东。大家可以从小项目开始，逐步积累经验和资本，最终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才是真正通向富有和自由的道路。第6个错误的理财误区，你的热情最重要。听起来这似乎是个非常激励人心的建议，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些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他们不向商业化妥协，坚持走在纯粹的艺术道路上。如果你不追求财富自由，那么就大胆去做自己热爱的事吧。然而，如果你希望实现提前退休，仅凭热情，可能现在连饭都吃不饱，更别提为了未来去储蓄和理财了。热情固然重要，但在获得财富的道路上，它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也不应该成为我们做决定的首要考虑因素。事实上，世界上的大多数吸金的行业都很难让人产生热爱之情。热情可以锦上添花，但热情不能雪中送炭。一腔热情不足以解决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大部分问题。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实现财务自由，最好的方式是追逐金钱的脚步。如果你刚好能够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热爱，那当然是锦上添花，非常幸运了。如果碰不到也没关系，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举个例子，有多少人会说自己热爱会计、金融分析或房地产投资这些工作，但这些行业确实是许多人实现财富自由的路径。著名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并不是因为热爱股票交易才进入这个领域，而是他看到了这个行业的潜力和价值，并且通过理性分析和策略性投资，实现了巨大的财富积累。各位朋友，不要让热情蒙蔽了你的双眼，理性和策略才是你实现财富自由的关键。让我们把热情放在心里，但用冷静和智慧去追求我们的财务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未来，走向成功的彼岸。第7个错误的理财误区，慢慢来，最后什么都会有的。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比赛都在考察谁最先达到终点，谁最先实现目标，谁最快完成任务。就连龟兔赛跑中，慢悠悠的乌龟赢过了兔子，也是因为兔子在比赛中睡着了，而不是因为乌龟慢才赢得比赛。稳扎稳打固然重要，但在大家都你追我赶的时候，如果对待竞争的态度过于佛系，那么你也只能对待金钱的态度佛系一些。
如今社会发展至今，资源大都已经被野心勃勃的人们瓜分殆尽，留下的机会越来越少，发掘新的市场越来越难。如果你还在相信慢慢来，最后什么都会有，那么最后得到的可能就只有别人剩下的残羹冷炙。当然，前提是如果别人还有剩一些给你。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只有积极进取，迅速行动，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些成功人士？他们总是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迅速行动。他们不会坐等机会从天而降，而是主动出击，争取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比如，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他在电动汽车和太空探索领域的迅速行动，早已让他在行业中占据了领先地位。所以，不要再相信慢慢来，最后什么都会有的谬论。因为财富从来不会等待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只有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积极进取的人，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第8个错误的理财误区，子承父业是最佳选择，没必要试图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总有一些父母希望子女长大后能够从事自己所从事的行业，而不希望他们去尝试其他他们所不熟悉的领域。不仅是父母，很多周围的人也往往会向你提出同样的建议，他们甚至会吓唬你，举一些别人家的例子来试图让你知难而退。比如，我知道有个人，他就曾经试图做这件事，但他失败了。所以如果你一意孤行要去做，肯定也是会失败的。在他们看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是有风险的。一个人想要在某个领域获得成功，就一定需要一个熟人，需要在这个领域有关系，这样才能有一个人为你引路疏通关系。或许这个建议在曾经社会不发达的时期确实非常现实，但我们已经生活在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在信息充分发达的社会中，想要进入到任何一个领域，我们都能搜集到足够的讯息、学习数据。前人分享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更加顺利的进入一个新的领域，而且越是发达的地区或领域，就越是凭实力说话，而不会单一的依靠人脉关系。不仅如此，很多我们父母一代人从事的行业，很可能随着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了边缘行业。夕阳产业未来的发展潜力有限，很难帮助我们获得更多的财富，甚至有可能被其他行业所取代。举个例子，想象一下，如果史蒂夫·乔布斯只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继承家族的工作，而不是去创办苹果公司，世界上可能就没有 iPhone 和 iPad 了。另外，有些人苦心积虑的建议你不要试图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事实上，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没有勇气进入新的领域。所以我们就更不应该因为这些人所谓的好心建议，而放弃为自己建造值得拥有一切的机会。第9个错误的理财误区，我们一家人就是要无条件的互相扶持。这个观点不仅是一个错误的理财建议，更是一个错误的人生观念。血缘关系不是万能的免死金牌，有毒的家庭关系也确实存在。正常的家人之间自然应该相互帮助，但帮助绝对不是无底线的。每个成年人最终都应该成为独立的个体，有独立的思想，也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我们可以在家人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帮助。但如果家人已经明显的像寄生虫一样无法独立谋生，也不屑于独立谋生，而是吸附在你身上，理所当然的用亲情绑架你，换取你在金钱上的支持，那么这样的家人就是一个无底洞，他永远都不会有满足的一天，直到把你自己的生活搞到一团糟。亲兄弟明算账，这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的财务健康着想，也是为了家人最终能够摆脱依赖，实现财务独立必须要迈出的一步。清晰的财务界限不仅能保护你的财务健康，更能帮助你的家人学会独立。所以，让我们勇敢的面对家庭中的财务问题，做到理性帮助，而不是无底线的扶持。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财务自由和独立。第10个错误的理财误区，
唯一通过理财书获得财富的人是书的作者。很多人会告诉你，没有必要花钱去阅读那些教人如何发家致富的书，他们认为书中的那些方法根本就是人尽皆知，完全没有新意。写那些书的人，他们发家致富的方式，说到底就是靠卖书。聪明的人才不会去买这些书，认为那是白交智商税，充实的只是作者们的腰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确实，投资理财总会有一些共同的基础知识，这些知识我们在网上或其他地方也能免费获得，但这样的知识往往是碎片化、不成系统的。对于理财投资初学者而言，这种零散的知识获取方式会导致缺乏知识之间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容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最终似懂非懂，了解的大多是皮毛。每一本理财书都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体系，作者把相关的知识连贯的整理在了一起，有助于我们更好的明白每一个浅显知识背后更深刻的知识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打好基础，建立正确的思考模式，从而做到举一反三。想象一下，你走进一家书店，挑选一本理财书，打开书页，你会发现作者用心整理的经验和智慧。这些知识是经过时间验证的，系统化的内容能够帮助你从基础到高级，逐步掌握理财的精髓。更重要的是，书籍提供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作者们的思考方式和实践经验，这些是你在碎片化信息中难以获得的。举个例子，彼得林奇的《战胜华尔街》不仅教你如何选股，更教你如何思考和分析市场。罗伯特清崎的《富爸爸穷爸爸》不仅教你资产和负债的区别，更教你如何改变对金钱的态度。这些书籍的价值远超你想象，它们是你迈向财务自由的重要工具。不要轻易否定理财书籍的价值，它们不仅仅是作者的财富来源，更是你们迈向财务自由的重要工具。通过系统化的学习，我们会发现自己在理财的道路上更加自信，真正掌握财富增值的秘诀。让我们打破偏见，打开书本，我们会发现财富自由并不遥远，它就在你认真学习和不断实践的每一步中。那么，我们本期的财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这期的节目也一如既往，让你对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多了一些新的角度和思路。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和订阅哦，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这里是金融致富，我们很快又会再见了。